苏黎，大晚上出来闲逛什么？妈，阿离姐，你觉得阿姨会来找你吗？圣姐，你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？因为你的男人从现在开始归我了。苏黎，你难道真以为我喜欢你？要不是你傻呵呵的把每个月生活费给我，早把你给甩了。我喜欢的只有婷婷，千金大小姐婷婷。不是的，她只是我妈资助的一个贫困。任杰哥，你先上车吧，这里交给我来解决就行了。舒婷婷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做亲妹妹看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我也想问为什么。你从一生下来你就锦衣玉食，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要饱受苦呢？我连喜欢一个男人都要借用你的身份去得到，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要不是我让我妈资助你上学，你到现在还在孤儿院里面呢。阿丽姐，我的确很感恩你，把我从孤儿院接到大别墅，跟我分享没有见过的房子，跟我分享布娃娃。既然你这么伟大，把你妈妈也分享给我。什么意思？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当你妈妈的女儿啊！顾晨，顾晨，贱女人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为你挡刀啊！顾晨，怎么回事你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顾晨。傻瓜，我一直都在。顾晨，我这是在哪儿？苍天有眼，我重生了。任杰哥，这是我从家里给你带的人参鸡汤，你快尝尝。前世，我视为亲妹妹的你，无时无刻不想要我的命，还因此害得喜欢我的人命丧黄泉。这一世，我就要揭开你那张虚伪的面具，更要保护好顾晨。婷婷，你真好。苏黎，跟老师说一声换个座位吧，我不想婷婷误会。前世我的男友在舒婷婷冒充我的身份之后，马上成为她的舔狗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哦，原来是苏黎死皮赖脸的，非要跟校草坐一块儿啊！阿离，我看这鸡汤有点凉了，我不太会用微波炉，就拜托你帮我加热一下。阿离，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？麻烦你帮我加热一下，等润杰哥喝完之后，我剩下一碗给你喝呀。这苏黎呀，能跟婷婷姐当闺蜜，那可真是好福气呢。不然她一个平民老百姓，怎么可能天天喝人参鸡汤？对了，阿离，你等会儿找个别的位置坐吧，我有几道题想跟我润杰哥讨论。怎么样，鸡汤的味道好喝吗？你有病啊！婷婷，
你没事吧？苏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不就是让你帮个忙吗？你看你把我衣服搞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的衣服？你确定这是你的衣服吗？还不赶紧给婷婷道歉！你没事吧？顾晨，对不起。什么对不起？顾晨，我再也不会辜负你的心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，真正爱我的人是谁。没什么，我之后再给你解释。哇，顾同学好帅啊！早知道会被顾同学抱在怀里，刚刚摔倒的人是我该多好。顾晨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这件衣服我赔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讨厌我这就走。我倒是没发现，顾晨既是小狼狗，又是小奶狗。哎，顾同学，加个微信呗。对，放学以后一起吃个饭呗。不好意思啊，他今天啊不是从今往后都归我。走。啊不。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顾晨，你作为一个男人，胆子也太小了吧？你不是不喜欢家族联姻，也不喜欢成为你未婚夫的我吗？或许我现在对你感兴趣了呢。你为什么带着他？什么？苏黎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但这样真的很无聊。当当当当，送你的。这是……我看那条项链旧了，觉得你会喜欢。谢谢你，我会一直带着的。顺杰哥应该会喜欢这款江诗丹顿吧？阿丽姐，你要送给李润杰啊？你不会是要跟他表白吧？嗯，他今天送了我条项链，我很喜欢。这样啊，我帮你转达怎么样？我可听说男孩子不喜欢太主动的女孩。真的吗？嗯，你等我好消息。好。看来是那块表，让李润杰认为舒婷婷才是千金大小姐。那么接下来，由我将你们脸上虚伪的面具一一撕开。苏黎姐，别和他说话，他今天让婷婷姐丢了面子，一会儿没得好果子吃。肯定是因为人家校草拒绝了他，心生妒忌了呗。哼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模样，还敢跟千金大小姐抢男人，真是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。你骂谁是狗？好了，丽丽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婷婷姐是不会放过他的。苏黎，我跟你关系是好，但是我们不顺路，你不能总蹭我车呀。哟，听见没？苏黎天天蹭别人豪车，还惦记人家男朋友呢，真是够恶心的了。我们怎么会和这种垃圾是同学？润杰哥，来上我家车，我让我家司机送你回去。苏黎，你……啊！让你过了几天好日子，就忘了自己姓什么是吧？还你家司机，试试看，你叫他一声，敢不敢答应你？婷婷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
是啊，婷婷姐，就算你们关系好，那也不能让一个下等人骑到你头上啊。婷婷姐，别害怕。苏黎，我们婷婷姐有素质，不和你一般计较。你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？就是啊，苏黎，你想当千金大小姐，让你自己爸妈去给你买车，霸占别人的车算怎么回事啊？舒婷婷，你挺能装。阿离，我知道我们关系是好，我也知道润杰哥拒绝你，让你很没面子。可是你这样太过分了。绿茶婊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一看，你们口中的大小姐，敢不敢阻拦我？婷婷姐，你快让司机把他赶下去，这可是你家的好车啊！就是啊，别被玷污了。这车不会真不是你的吧？不能让润杰哥知道我的假身份。我知道阿离还在生我的气，我也不想失去她这个闺蜜。其实，阿离就是我们司机家的女儿。开车。大小姐，舒小姐还没上车呢，夫人吩咐过，不能对舒小姐有任何区别对待啊。舒小姐，你到底是给我苏家当差，还是给他舒婷婷当差？我。好啊，舒婷婷，我倒是低估你。不过呀，这个司机不换，陆大山怎么进我家？舒小姐，请上车。舒小姐，请上车。我就说嘛，婷婷姐一定是千金大小姐。车里那个没皮没脸的，还不快点滚下来！苏黎，你真让人失望。李润杰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？苏黎，我们关系是好，我允许你蹭我的车，但是你不能霸占我家车吧？一口一个你家的车，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一看，你认识车牌吗？真的以为送你几身公主裙，就真的把自己当公主？我告诉你，在我眼里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婷婷姐，你们先走，我拦着这个不要脸的女人。走。哎，谢谢你，同学们，我会给你们带礼物的。走。清醒点吧，他压根就不喜欢你，连你们之间的信物，他都能随意换掉。苏黎，做人能不能脚踏实地点？就这么嫉妒人家千金小姐的身份吗？我需要嫉妒她吗？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你不过是婷婷姐家司机的女儿。她说我是司机的女儿。好啊，那你们可要看清楚。爸，咱们家司机天天对外说我是他的女儿，还装呢？咱们别和这种虚伪的人待在一起，丢人！下来，你也下来。听说我是你的女儿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司机为什么跪下了？难道苏黎真的是？想想看，你要怎么解释？现在你们觉得谁才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？大小姐，是夫人，夫人吩咐过要照顾婷婷小姐的情绪，她很可怜的呀。你也不过就是在我家混口饭吃，还有心情同情别人？婷婷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为什么这么嚣张啊？苏黎说的不会都是真的吧？不行，不能大庭广众之下被苏黎戳穿身份。苏黎，司机大叔在我家挣点钱不容易，你一定要这么无理取闹吗？哎，婷婷姐，你就不应该回来。没办法，这苏黎一定要这样，我也不好让司机大叔为难啊。是啊，是啊，你们都是同样的年纪，婷婷小姐就能理解我，您为什么一定让我为难呢？好啊，既然让你为难，那么现在你被开除了。刚好趁这个机会换个司机，不然陆大山要是进不了苏家，舒婷婷的计划可没办法进行。苏黎，我知道你就是想引起润杰的注意，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胡搅蛮缠，随意迁怒他人吧。婷婷，别管他，像他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
亏你还体谅他，让司机回来接他。苏黎，我今天就挑明了告诉你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喜欢你。你别想用这样的方式引起我的注意。那我还真谢谢你。随便刺激2句就把司机辞了，既然你要找死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舒小姐回来了，我刚刚弄的您最爱吃的干炸刀鱼。记住，这个家里从来都没有什么舒小姐。前世舒婷婷刚进家里，就把家里的下人换了个遍，以至于我被她陷害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来救我。好端端的臭什么风！小姐，今天夫人在外面吃，您还是等舒小，等婷婷回来再动筷吧。您是不是又跟婷婷闹脾气了？你也是的，怎么老跟她过不去呢？婷婷人生地不熟的，再跟上次一样走丢了，会很危险的。我去找小王，然后去接婷婷啊。张婶是吧？你是不是以为舒婷婷把你领进这个家，这个家就姓舒了？张婶，我要的烧鸡呢？小姐，抱歉，今天我出门晚了，市场的烧鸡卖完了。烧鸡卖完，带鱼倒是能买得到。小姐，到底是卖完了，还是你不想做？小姐，不是的，你也知道，婷婷不能吃烧鸡，过敏很严重的。既然你这么在意舒婷婷，那我也不能强人所难。要不，我让你提前退休吧，就让舒婷婷给你养老，怎么样？小姐，我错了。以前从来不在意这些事儿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以前我确实不会计较，但重活一世，我要让爱护我的人不再伤心，伤害过我的人得到报应。对了，小姐，刚刚顾少爷来找您，在楼上书房等您呢。什么？顾晨来了？对了，快去做糖醋排骨，顾晨喜欢吃。哎，好。顾晨，苏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宁愿躲起来，也不愿见我。打扰了，既然这样，我会从你的生活里消失。我记得就在这儿。啊！原来在这里。Oh, every time I see you, baby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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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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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Oh, every time I see you. 阿离。对了，顾晨，我给你看件东西。前世顾晨送我的项链，就放在这里。你打开看看。顾晨，你怎么了？喜欢吗？喜欢，真的很喜欢。苏黎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哎，顾晨，这什么呀？怎么是这个呀？谁放我盒子里的？项链呢？顾少爷，您这是……这个傻瓜又误会了。大小姐，菜都做好了，您要的烧鸡也买到了。没想到这么普通的菜，我却用了1世才吃的。就因为舒婷婷过敏，所以自从她进了苏家，
桌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鸡肉。张姐，张姐，哎，来了，怎么有鸡肉味儿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婷婷对鸡肉过敏很严重，闻都闻不了，怎么还买？是舒婷婷，是不是你进入我房间，动了我的东西？阿离姐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怎么可能动你的东西呢？那谁会拿走我的项链？谁又会？苏黎，你没看婷婷因为鸡肉味难受着呢吗？什么破项链，丢了就丢了吧，别栽赃陷害。阿姨，别怪姐姐，是我自己没忍住。苏黎，你的房间，你的一切，迟早都是我的。你能不能学学婷婷？明明自己过敏，知道你喜欢吃鸡肉，她也忍着，而你只顾自己享受。在你眼里，他舒婷婷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婷婷，你是不是又偷妈妈的化妆品卖钱？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走开！这家里的一切早晚都会是我的，我拿自己的东西，怎么还叫偷呢？婷婷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大动静啊？安妮姐，你别打我，我会向阿姨说是我干的。谁干的？阿姨，都是我干的，和姐姐没有关系。姐姐，我这样说对吗？自己做错事，你还打人，让别人背锅，还叫婷婷撒谎是吧？走。妈妈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妈妈。今天你就在门口跪到你认错为止。妈妈，我怕。妈妈，小时候是，现在也是。小时候，你还有脸提你小时候？要不是你，你弟弟也不会死。我那可怜的孩子，只差2个月就出生了，是你，他的亲姐姐，亲手杀了他。要不是婷婷在我身边，恐怕连我也被你一起害死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不是他舒婷婷，你根本就不会流产。阿姨，您能给我生个弟弟吗？阿丽姐都讨厌我，我想要个弟弟陪我玩。傻孩子，阿离其实是很好相处的，而且阿姨怀孕也是因为阿离想要个弟弟。是这样的吗？可是阿离姐说她很讨厌弟弟妹妹的。阿离怎么这样？她还说什么了？我不敢说，我说了的话，阿离姐会打我的。没事的，阿姨给你撑腰。阿离还说什么了？阿离姐她说她不会让弟弟生出来的，就算生出来了，她早晚也会弄死他。阿姨，你出血了！我的孩子，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。当时医生就说了，我之所以会流产，就是因为你送的麝香吧，甚至导致我终身不育。那个香包根本就不是我送的，我跟你说过，我给你买的礼物还在路上，根本没有机会送给你。那香包上分明就是我交给你的针法，不是你还有谁？当然是我仿苏黎的针法缝的呀。你不就是怕孩子出生跟你分家产？你从小就这么歹毒，你要是有婷婷一半懂事，我也不至于这样。在你心里已经认定是我做的，那我有什么好说的呢？那你就好好守着这个绿茶，到时候有你好受。满嘴污言秽语，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说我没教养，你这个当妈的就有了吗？不分青红皂白，对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一顿训斥。你知道她舒婷婷在学校……阿姨，你别说阿离姐了，是我在学校惹她生气，她回来找我撒气也是应该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孩子，不是你的错，是苏黎不懂事。我跟你说没说过，在学校要互帮互助，你耍什么大小姐脾气？阿姨，我理解阿离姐的想法，
毕竟我不是你亲生的，就能得到你全部宠爱。他对我有意见也是应该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想让你为难的。你还有脸吃？你没看婷婷难受着呢吗？她难受，关我屁事。前世母亲被舒婷婷这个贱人哄骗，哪怕我不争不抢，处处神伤，到头来还是被舒婷婷害死，甚至连顾晨也遭受无妄之灾。重活一世，我一定要让这贱人身败名裂，再把她赶出苏家。阿姨，别怪姐姐，都是我没用，是我害大家不能吃鸡肉的，是我的问题。既然你这么懂事，那你滚出我家！苏黎，你疯了吗你？她舒婷婷只是被我苏家选中的一个资助对象，凭什么要我一个苏家大小姐迁就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平时就这么教你的，连对人最起码的尊重都不懂。跟这种人有什么尊重可言？我赏他一口饭吃，就算看得起他，真当自己是苏家人，你也配？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，我当初就不应该生你。阿姨，我知道，我的确是个外人，要不是你可怜我，我根本也不会住进来。我天生就不是享福的命，我只配吃剩饭。婷婷，你别这样，婷婷。舒婷婷，你可真够拼的！为了挑拨我跟母亲的关系，哪怕鸡肉过敏都敢往嘴里塞。看来你这是铁了心盯上了我家家长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我以为你只是胡闹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收拾你吗？我看谁欺负我乖孙女了。奶奶，婷婷，不哭不哭，奶奶在这儿，不哭。你怎么看孩子的？看把婷婷委屈的，还真是感人啊！你还有良心吗？当年要不是婷婷替你求情，你这个杀人犯早就出监狱了。你现在还想在这儿说三道四的？你放心，这次我就算看着你死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救你一下。毕竟我是杀人犯嘛。妈，您别吓我呀，妈！妈，快打120！奶奶这次好像真的不行了。医生，我奶奶她……小姑娘很厉害呀，你做的这个心肺复苏比医疗工作者做的还专业。要不是你这次心肺复苏做的及时，你奶奶这次多半就救不回来了。回去看看吧。好。我看你是故意想把你奶奶害死啊！之前就只吃速效救心丸就好，这下可好，肋骨让你按断了一根，必须住院了，你开心了？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我不想见你！出去啊！出去！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，上一次你突发心梗吃的蛋糕，可是舒婷婷精心为你挑选。不是的，奶奶妈妈不是我，阿丽姐，我平常的零花钱不都是给你了吗？我怎么还会有钱买蛋糕？奶奶不是的，奶奶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！不会听他胡说八道的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反了，简直是反了！你居然敢这样骂我！别以为你是我们苏家的独苗，我就不敢！果然，奶奶也觉得我是个外人。对不起，奶奶刚才说错话了，她不是我们苏家的独苗，咱们苏家现在有婷婷了啊！有时候我真的想不明白，阿丽姐，你有这么多亲人，你不珍惜，我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。我也想有一个也让我叫妈妈的人。傻孩子，能有婷婷这么好的女儿，我们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其实我一直盼着婷婷叫我妈呢。妈妈，哎，不知道的，还真以为你们是一家人。阿丽姐，不只是我们，还有你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你看看人家，一样的年纪，心胸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面对你的污蔑，婷婷一笑而过，选择跟你示好。而你呢，不但不感谢，反而天天想着法儿的欺负人家。我可不像你们这么没脑，被一个养女玩得团团转。该说你们是好心呢，还是真的傻呀？
你这个小畜生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婷婷从小就乖巧懂事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就你也有脸说别人不好？她要是真的乖巧懂事，就不至于来我们苏家10年，没有一次回到孤儿院。说白了，就是看上我们苏家的钱了，人家变着法子想让你死，你们一个个的还把她当宝贝一样护着。大伯，啊，俊良过来了。大伯，我想回国一趟，最近有点累，想回去看看阿离。这样啊，也好，最近公司不忙，你就回国休息吧。谢谢大伯。干脆我也回去看看，是好久没见我的乖女儿了。俊良啊，还是你这个堂哥最疼阿离啊！知道要跟我出国，还想着来孤儿院找个妹妹陪阿离。大伯，我父母去世以后，您就是我亲爸，伯母就是我亲妈，阿离自然就是我亲妹妹。我不对妹妹好，对谁好？俊良，听说你已经物色好了人选，叫出来让我们看看吧。这样会不会？记住，伯母怀孕了，想办法让她流产。我不允许苏家有任何一个男丁跟我争财产，苏家是我的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苏黎也不能放过。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，也想跳过我直接当主人，你配吗？奶奶、妈妈，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想回孤儿院看望了。听到了吗？婷婷怎么会是你说的那种无情无义的人？好话谁都会说。舒婷婷，我们家每个月给你的零花钱比一般的学生都高。我要是没猜错，你卡里最起码有10万块吧？真的要想回去，用不着等到以后吧？这一次，我要让你吃我家的全部吐出来。我只是觉得这些钱还不够。哎呀，什么够不够的？你能有这份心啊，妈妈就很赞同。差多少，妈妈给你补上。苏黎，你个混蛋，那可是我留着买包的钱。怎么了，舒婷婷？你看起来好像很不乐意啊。我当然愿意拿出我的钱啊，只不过我不想因为我的想法让苏家破费了。我想找一些记者扩大影响，这样呢也会得到一些社会募捐。你觉得呢，妈妈？那当然好了，有这样的妹妹，你就烧高香吧。以后再让我看见你欺负婷婷，我绝饶不了你。这次的记者会你必须去，好跟婷婷学学。苏黎啊苏黎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主意把我赶出苏家呢，没想到只能拿孤儿院做文章。既然你要上赶着找死，那我就只能计划提前了。你终于是上钩。哟，苏黎，怎么不装千金小姐了？之前不是一直叫嚣婷婷姐身份低微吗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都到这份上了，还装呢？今天婷婷姐牵头的慈善募捐会可是苏家示意的，这就说明婷婷姐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而你只是她府上的佣人。还要我说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踢了呀？既然知道是苏家示意的，那她舒婷婷难道姓苏吗？这有什么的？人家可是大户人家，不是你这种穷苦刁民。不过你也真是不要脸啊！前几天让婷婷姐生那么大气，今天人家来开募捐会，你又屁颠颠的跑来了。哎，你懂什么？今天这募捐会来的都是有钱人，只要随便傍上一个，后半辈子都不用愁了，是不是啊，苏黎？苏黎，你别太过分！你撒泼也不看看地方，这里10步一个记者，你不要脸，我们这些同学还有脸呢。既然要脸，那就好好牵紧你的狗绳。
苏黎，这大家都知道你喜欢润杰哥，但是你也不能随意迁怒他人啊。苏黎，你有病啊！婷婷好意劝你，你跟他动什么手啊？他身体本来就弱，你要是伤着他，我饶不了你。既然眼睛瞎了，那我就帮你治治。顾晨，我就知道你会在。什么？顾晨，他是我的舔狗，你多管什么闲事啊？给你看件东西。你打开看看。苏黎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啊，顾晨，这什么啊？怎么是这个呀？谁放我盒子里的？是，苏黎眼里只有李润杰，你就别自取其辱了。顾晨，疯狗啊！你下次再乱说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顾晨，哎，我先出去看看，这毕竟是我举办的这个宴会，到时候出错了就不好了。那你小心点儿，离那个疯婆子远点儿。这个死顾晨，怎么这么容易误会啊？怎么就不想想，我喜欢你的，真是猪脑子。不过这会儿，是不是偷偷躲在哪看我呢？不过，我都已经远离人群了，想必这舒婷婷和陆大山一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阿狸姐，阿狸姐，刚刚人多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你不是苏家大小姐吗？怎么还用跟我一个佣人的女儿道歉？我刚刚那样说，也是想让大家觉得我过得很好。阿狸姐，我不想让孤儿院的孩子们因为我难过。你一向最宠我了，你肯定会原谅我，对吧？上一世我也是猪油蒙了眼，每次他惹出祸，只要服软，我就会原谅他。不过的确是，他每次的服软，都只是为他下一次的变本加厉做铺垫。上一世联合陆大山在家中玷污我，导致我被母亲赶出家门，害得顾晨惨死在我面前。这一世，你终于是按耐不住提前行动，但这会你的计划要落空了。以前是我不对，因为我是孤儿，所以妒忌阿狸姐你的家庭。但当我再一次看到孤儿院的孩子们，我觉得我比他们幸福多了。阿狸姐，以后你在家里，你说一我绝对不说二。如果姐姐要是肯原谅我的话，去把这杯酒喝了吧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暂且原谅你吧。我会信你，才有果。酒可是你自己喝，可不要酒后乱性啊。哎呀，我是原谅你了，不过这个酒嘛，我还是暂时别喝了。这想想啊，我这个酒量啊，一会儿喝多了，指不定要出什么事呢。这顾城躲哪里去了？我都这么说，你还不出来保护我？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可又要被骗了。姐姐，你就喝吧，没事的。喝多了就让他送你回去。哎，忘了介绍了，姐姐，你不是不满意之前那个司机吗？他叫陆大山，是孤儿院的杂工，憨厚老实，给我们家当司机啊，是最合适不过了。保证啊，只听你一个人的话。大小姐，您就喝吧。婷婷也算我从小看大的，你们家对她这么好，还要赞助孤儿院，我是由心的感谢你们。我也没什么可报答的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啊。喝吧，喝吧，喝吧。
顾晨，你出来了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把你酒弄掉了，先喝我这杯果汁吧，刚拿的。还站在这里干嘛？赶紧进去吧，募捐马上就开始，你奶奶和你妈妈都会到。愣着干嘛呀？走啊！婷婷，我这媳妇儿怎么……你先去包间等着，水里下好东西，今晚她一定是你。等我拿下苏黎，你也跑不掉。好你个苏黎，你可真会啊！婷婷担心你情绪，怕你做傻事，结果你跟顾晨在这成双成对。这就是婷婷千金大小姐和她这种穷庸人的本质区别。真替婷婷姐感到不值。像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也就婷婷姐那么大度，对她那么好。唉，难怪这个舒婷婷啊，要找个没人的地方给我道歉。原来被你们这些无脑的人追捧这么爽。舒婷婷那么享受这些人的追捧，那如果让她在众人面前回归孤儿的身份，那她一定会比活寡还难受吧？什么？婷婷跟你道歉？怎么可能？这种女人说的话你都信？傻了吧？就是，她想冒充婷婷大小姐的身份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苏黎，你就装吧，一会儿募捐会开始了，婷婷姐的家人可是要出面的，到时候啊，她是假货，一下不就被拆穿了吗？趁苏家人来之前，把苏黎骗去包间。要是错过这次让苏黎身败名裂的机会，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多久。对，苏黎是李润杰的舔狗，只要他说，苏黎肯定会听。到时候还能破坏苏黎和顾晨的关系，我就有机会一举两得。婷婷，你可来了！这就是你们家养的好佣人，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傻了，处处为他着想。可他呢，就是个白眼狼，一点都不知道回报。润杰，我有点事情需要你帮忙。怎么了这是？润杰，我希望你把苏黎给我引进包间。他那么喜欢你，你说的话他肯定会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就是苏家大小姐。啊，还真是苏家大小姐，那你真是被领养的。活该我对你那么好，原来是个穷光蛋。滚远点！阿离，其实我之前做的都特别过分，我也一直知道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从此以后，我跟舒婷婷划清界限，绝不往来，只对你好。李润杰，以前不都是我卑躬屈膝的求着你？你可曾想过，有一天你也会以这种姿态在我面前？看来舒婷婷已经跟他坦白身份，两个人开始合作想坑我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申杰哥，你可算醒悟了。你知不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？这个蠢女人，三两句话就能被我哄得团团转，富家小姐又怎么样？到头来还不是我的舔狗。阿离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我，而不是这个小白脸儿。果然，我只是你的挡箭牌，你心底终究还是只有李润杰。之前你对苏黎态度那么不好，他一直都记在心里。现在他说可以，只是想先稳住你，等你过了今天，他绝对不会给你好脸色看。但你今天要是帮我把他引进包间，我就有机会让他身败名裂，到时候整个苏家都是我的，也不有你的一半。有我一半？当然。好，我帮你。阿离，刚刚婷婷跟我说苏家人来了，但是苏老太太身体不舒服，先去包间了。婷婷不放心，想跟你一块儿去看一下，对吧，婷婷？是啊，你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这个募捐是按照你的名义举办的，要去也是你该去，我去不大好吧？喂，我说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刚刚那么诋毁婷婷姐，人家都没跟你计较，现在叫你一起去，你还扭捏上了。就是，你在别人家做佣人，主人生病了，本来就应该你去照顾。我说苏黎，你抓点紧吧。
一会儿要是耽误了募捐会，还让那些孤儿收不到资助，那就是你造的孽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一会儿我叫出声，你就带人来包间。我保证，今天可以让苏黎过秩序家。跟前世一样的套路，只不过是换了个场地而已。谢谢苏小姐愿意收留我做司机。你看我一个乡下人，这实在没什么拿出手的东西。哎呦，哎，苏小姐，您喝口水。哦，不用了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对不起，苏小姐，我们乡下人嘛，比较脏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是苏小姐，天色晚，你还要上哪儿啊？苏小姐，放开我！啊！婷婷，救我！姐，你怎么能这么不自爱呢？但这次的主角可是你哦。既然观众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你这个主角怎么能不快点登场呢？婷婷，包间在哪儿啊？抓紧点，不然奶奶真的出事了。好，那快点，你跟我来。奶奶就在里面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苏小姐来了，婷婷，就你们二位啊？对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呀。陆大山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奶奶呢？苏小姐，你奶奶身体啊不太舒服，还在来的路上，一会儿就会到这个包间来休息。婷婷，你不是说奶奶已经在这儿了吗？怎么还在来的路上啊？哎呀，肯定是我太着急，我听错了。反正奶奶身体确实是不舒服，她一会儿就来了。要不你先在这等着，我出去看看啊。哎，别走呀，留下来一起等着呗。奶奶这么喜欢你，一会儿见到你了，没准病就好了呀。啊，婷婷，苏小姐都在这儿等等吧，反正一会儿就来了，先喝点水来。真是没脑子，留着我干什么？啊！我看你从慈善会开始一口水都没喝，我现在不渴，你喝吧。哎，苏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乡下人比较脏。姐，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人家好心给你拿水，你一定要把气氛搞得这么尴尬呀？你赶紧喝吧。你也知道是好心啊，那你先喝一口。我不是说了我不渴吗？我不渴，我喝什么呢？婷婷，苏小姐毕竟是富家子女，嫌弃我们这种乡下人，我也能理解，你就别难为苏小姐了。哎呀，其实也不是不喝，主要是吧，这外面坏人这么多，这目光离开水3秒钟，我就不敢喝了。毕竟这每年呀，水里被下药迷晕的女孩那么多，我又这么的手无缚鸡之力，这万一出事了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姐，大山说好心跟你拿水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在水里给你下药啊？我当然知道你们没那个意思呀。那你先喝一口。我喝就是了，你够无聊的。看吧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一天疑神疑鬼的。苏小姐，您就放心喝吧，我们不会害你的。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动静？终于开始了，好像是包间那边的声音。婷婷跟苏黎刚刚去那边了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们快去看看。来，走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别碰我！不要，别过来！这声音好熟悉啊！
敢在这里偷情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？还能有谁？来包间的总共就2个人，婷婷姐肯定是陪她奶奶了，也就苏黎能干出这种龌龊的事。我早就看苏黎跟那个陆大善眉来眼去，没想到能在募捐会上干这种事情，太恶心了。苏黎，你这个贱人，连陆大山这种人都看得上。婷婷，婷婷，亲我，快点，都拍起来了。婷婷，怎么是你啊？他人呢？苏小姐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怎么敢？只要我同时得到你们2个，不管你们谁争赢，苏家的财产全是我的。婷婷，叔叔帮了你这么多，今天你就好好陪陪叔叔吧。我不过就是上了个厕所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这么热闹呢？苏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那我应该在哪儿？怎么，你有什么事儿要算计我吗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居然在这里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婷婷姐是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也不缺男人啊，怎么会和这种乡下老男人搞在一起啊？不会真的像苏黎说的那样，舒婷婷只是苏家养女，而这一切都是苏黎施舍给她的吧？不可能，肯定是苏黎故意陷害婷婷姐，想让她当众出丑。舒婷婷啊，舒婷婷，你没想到这个陆大山这么贪心，连对你都有想法吧？难怪你要安排他来我家做司机，原来你们早就有……你这个你简直败坏我们苏家的门风！是婷婷勾引的我，她说她很寂寞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一会儿妈妈和奶奶来了，我看你们怎么交代。苏黎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告诉妈妈跟奶奶，我不想被赶出苏家，我不想。妹妹，这次募捐可是以你的名义举办的，你却自己在这里风流快活，这不是自损你自己的名声吗？怎么，他跟我夫妻软来了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说呀！哎呀，你不是说你是苏家唯一的大小姐吗？那我这个佣人的女儿怎么能说得上话呢？况且这里这么多人，我不说，我不保证别人不说呀。说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阿丽姐，他们这些人都是可以用钱来闭嘴的。阿丽姐，你说呀，你说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帮我买？你说呀，你说。我的好妹妹，你这可不是求人的态度呀。阿丽姐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求求你了，你不要告诉妈妈和奶奶。我不是自愿的，是陆大山那个亲生强迫，我不是自愿的。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，光说怎么行，要有行动才可以。我要你跪下来求我。绝不能让苏家，不然苏俊良不会放过我的。他做梦都想将苏家占为己有，要是让他知道我坏了计划，我肯定活不成。苏黎，你今天这样羞辱我，以后募捐会开始，我要你加倍奉还。婷婷姐不会真的想跪吧？她不是大小姐吗？为什么要求苏黎这个佣人的女儿？那这么看来，婷婷姐的身份可能是假的了。不能让舒婷婷身份被揭穿，不然到时候被查出来我是帮凶，苏家肯定饶不了我。苏黎，你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竟然如此陷害婷婷。同学一场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说得对，婷婷姐平时那么照顾你，你却为了出风头一次一次陷害她。现在你还找这种老男人来玷污她，你简直就是畜生！苏黎，我知道
那天婷婷当众坦白你是司机的女儿，你记恨她，但我没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件事情捅大了，你是要坐牢的。婷婷这是在给你台阶下。哦，原来是舒婷婷给我台阶下呢。那今天这个台阶我还是不要了吧，毕竟大家都说我是司机的女儿。那么就由你们口中的大小姐舒婷婷来跟大家说一下事情的实况，你说呢？婷婷姐。好，不说是吧？那我来告诉大家，她舒婷婷根本就……乖女儿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乖女儿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孩子你怎么了？孩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别吓妈妈。苏黎，你在这儿，你为什么不保护好婷婷？看着她被别人欺负。你想干嘛？我在管教我的家人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让开！你要动苏黎，就关我的事。顾晨，有人保护的感觉真好。苏黎，我看你现在是翅膀硬了，不仅看着婷婷被人欺负，还在外面勾搭野男人，一起来气我。我就说嘛，这苏黎肯定是下人。这位啊是苏家夫人，如果婷婷姐不是千金小姐，她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有道理。苏黎要真是苏家大小姐，那苏夫人也不会这么对她。毕竟哪有亲生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啊？苏黎这种人真的太无耻了。这次婷婷姐的妈妈来了，看她还怎么装。怎么，就允许她舒婷婷找老男人，我就不能找男朋友了？况且顾晨还是我的未婚夫，你们指定，对吧，顾晨？男朋友？我吗？当然了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以前呢，我是被朱由蒙了眼，死抓着李润杰不放，却拒你于千里之外。现在我醒悟了呀。再说，你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夫呀。婷婷姐家人对你这么好，还给你安排顾小草当未婚夫，你可倒好，找个这个老男人来陷害她，说你是畜生，还真是没说错。什么？是你干的？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任何信誉可言了，我不会再听你任何一句狡辩。我以为你只是冷眼旁观，看着婷婷被欺负，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敢害婷婷。妈，都怪妈妈。想当年，她要害死老太太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把她抓起来，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。孩子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不会放过她。报警，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抓起来。阿姨就是好魄力，像苏黎这种心肠歹毒的人啊，就应该报警把他抓起来才老实。阿姨，我觉得还是不要报警了吧，毕竟对婷婷影响也不好。您觉得呢？听说你和婷婷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你女朋友被人欺负成这样，你都能忍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润杰哥，我没有想到你最后居然站在苏黎那边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现在是对我们不利，一旦事情闹大，捅到警察那里去，不但苏黎赶不住苏家，反而我们要一辈子坐牢。反正现在苏家人都在你这边，只要把事情压下去，我们有的是机会慢慢收拾苏黎。到时候苏家不还是我们的囊中之物？要的就是闹大闹僵，不是要报警吗？抓紧啊！苏黎，我知道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本心肯定还是好的。只要你好好道个歉，认个错，婷婷还是不会追究的。我觉得婷婷的想法跟我一样，对吧？毕竟你还是很珍惜跟苏黎的关系的，不然也不会这么多次忍让她呀。妈妈，我觉得润杰哥说的很有道理。我知道苏黎太嫉妒我，但是这也说明我过得很幸福。而且我一直在抵抗，这陆大山没有真的得手。本来我是想让他做我们家司机的，既然如此，那以后就让他彻底消失就好了。孩子，你的心就是太软了，都怪我平时太宠苏黎了。你没听见吗？婷婷已经不追究了，赶紧给她道歉。
好，说完了吗？说完就抓紧时间报警吧，不然你们都不解气，不是认为是我做的吗？那就报警把我抓走呀！我都不怕，怎么你们怕了？苏黎，你够了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怎么还想动手？苏家名门大族，没想到苏夫人是一个根本不明事理之人。还有你们，真是让我见识到什么是贼喊捉贼啊！穆校草，你可别被苏黎给骗了，他最擅长伪装了。之前在学校追润杰哥的时候就是。苏黎，我看你赶紧给婷婷姐道歉吧，婷婷姐都给你台阶下了，你就别犟了，没好处的。看看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对你的评价是多么的不堪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是真是假，报个警不就完了吗？既然你们这么好心替我着想，舍不得报警，那就我自己来吧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还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，还是抓紧时间报警吧。啊！看来这苏黎认定今天要把我送进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进去，我的好日子还没过够呢，我还没把苏家搞到手呢，必须找个借口把大家支开。募捐会马上要开始了，大家出去先准备准备吧。妈，苏黎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苏家人全都站在我这边，只要我再有这场募捐会向外界证明我的身份，哪怕你是真的，也得变假的。走啊，婷婷。啊，走。也对，如果就这样把你们送进监狱，太便宜你。舒婷婷，既然你这么想要这个募捐会来证明身份，那我就让它便是你身败名裂的开始。哪怕奶奶跟妈妈一定要站在你那边，也救不了你。顾晨，你为什么那么愿意相信我呀？因为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？喜欢你又能怎样？你的眼里始终没我。另外，精心为你准备的项链，里面装的也只是你跟李润杰的合影。哎，苏黎，你是不是还想再捉弄我一次？顾晨，你上次在我家误会了，那条项链是舒婷婷故意拿走的。我之前就是太宠她了，导致她无法无天。她现在甚至还想把我赶出苏家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，对吧？原来他心里是有我的。再说吧，你要是再不快点，募捐会就结束了，到时候你苏家大小姐的身份就真的没了。那如果我流落街头了，你会不会养我呀？看心情。刀子嘴豆腐心，顾晨，我上一世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可爱呢？当初我被苏黎堂哥苏俊良选中，为的就是让我想尽办法把苏黎赶出苏家。这样作为苏黎的堂哥，他就有资格继承苏家的所有资产。但是如今，我辛苦这么多年，终于获得了苏家人的信任，凭什么要把苏家拱手让给苏俊良？今天只要外界都承认了，我就是真正的苏家大小姐。不过是我养的一条野狗，竟然也想弑主。你不做点什么吗？我去打个电话。那不是苏黎堂哥苏俊良吗？他们怎么好像有事？阿离，爸，你要是再不回来啊，你就见不到你这乖巧的女儿了。傻孩子，这说什么话呢？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。你媳妇儿正在联合你妈开一个募捐会，打算对外界公布舒婷婷是他们的家人。按照这个架势，到时候我肯定会被赶出家门的。这混账东西，他怎么敢的？当初要不是你哥哥说怕你无聊，收留他在你身边做个伴，要不然就凭他怎么配进咱们家的门？爸，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，要紧的是你赶紧回来吧。阿离啊，
你别着急啊。说来也巧，昨天你哥坐飞机已经回去了，我想了想呢，也一起算了，所以我现在刚下飞机，就在回来的路上。话说你哥应该早就到了呀，你没见到他吗？我哥回来了。堂哥他从小父母双亡，一直都是跟着爸爸走南闯北，从来都是把我当成亲妹妹看的，对我也是最好的。以往回来都是第一时间找我，这回怎么？你没见到他？不应该呀。平常他回国不是第一时间就跑去找你的吗？没事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就到，你电话别挂。我倒要听听这帮人到底要整什么幺蛾子。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我哥回来，第一时间找的不是我，是舒婷婷。上一世我虽然很宠舒婷婷，但归根结底，她只是个外来人。我说她怎么这么有恃无恐，原来是跟苏俊良有牵连，说不定两个人目的都是一样的。要不是重活一世，我甚至都没见到这个命。好啊，一场募捐会，把你们全都炸出来。那刚好，一起解决。感谢大家赏脸，来参加我孙女婷婷为孤儿院筹办的募捐会。这孩子心地善良，替他人着想，他要做善事。我这个做长辈的，虽然身体扛不住，但也要过来捧捧场。今天我带头捐100万，各位随意。好。奶奶，这募捐会还挺长时间的，我给你弄点东西吃吧。奶奶，我喂你啊。你要是想早点见到我爷爷，就尽情的吃吧。以前吃蛋糕就犯过心格，怎么还就不长记性？你以为婷婷像你一样恶毒？之前那块蛋糕就是你的宝贝孙女给你买，我已经好言相劝，至于听不听嘛，就是您自己的事。毕竟这条老命是您自己的。苏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是看奶奶年纪大了，还来替我撑场，我就想弄块蛋糕给奶奶尝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就把人家想的这么坏呢？事实都摆在这儿了，你还要出来闹幺蛾子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让大家见笑了，他这个样子我已经习惯了，大家不要理会他就是了。奶奶，我喂你啊。哎，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一天到晚咒我死出事，我要是死了的话，对你有什么好？哎呀，这老太太是被鬼迷心窍了吗？上次医生就跟我说，要不是阿丽及时给她做心肺复苏，这人当时就没了。现在怎么又敢吃蛋糕啊？我看是时候得带你去医院，好好查查你的脑子。妈，你怎么了吗？奶奶，妈，你怎么了吗？快来人呐，把我妈送医院去！慢点，慢点。妈，是他，是你，一定是你在蛋糕里面下了东西，不然你怎么知道老太太会犯心梗？来人呐，把这个畜生给我抓起来！我就说他怎么知道老太太吃不了蛋糕，原来早就在里面下了药。如果是他下的药，为什么又要出声提醒呢？你傻呀，那肯定是他事情做到一半吃得害怕了呗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阿离姐，你为什么要5次3番陷害我？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奶奶对你还不够好吗？贼喊捉贼，你还真是有一套。我没想到，一回来就看见你把奶奶弄成这个样子。俊良，你这个畜生，亏我之前那么疼你，你究竟是怎么能下得去手的？还你心疼我？我看你全是为了从我手中夺走苏家做的谋划吧。要不是今天这场募捐会，
我可能就这样被你糊弄过去了。你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大伯知道家里有心，要以婷婷的名义为孤儿院开募捐会，他业务繁忙，所以才让我代行的。我看，正如奶奶所说，你的精神真的出现了问题。伯母，不如把苏黎送进精神病院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最近这孩子的行为确实极度反常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来人，把苏黎送进精神病院，好好查查。放开我！住手！你身边还真是没一个好人，蓄意谋杀，随意污蔑，就你们这些人渣也有脸指责苏黎？你就是顾晨对吧？苏黎的未婚夫。不过我听说苏黎一直在追求李润杰啊，最近几天才跟你好上，你倒也是贱，他都对你这样，你还站出来替他说话？而且你刚刚说的蓄意谋杀、恶意污蔑，要是没有证据，我随时都可以告你。顾晨，你不会真喜欢这个连老太太都不放过的坏人啊？顾晨哥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，但是妈妈刚才已经决定将苏黎送进精神病院，你就别再阻拦了。顾晨，这件事情与你无关，这些人无耻到了极致，别最后连累了你。而且我爸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的。就算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，我也不能看着他们这样欺负你。况且我这里已经有了他们的证据。诸位请听，一会儿募捐会开始，你就把下个月的蛋糕给老太太吃，把握好量。毕竟你以前就干过，只要老太太一发病，我们就污蔑苏黎精神病。只要能把她送进去，我就是苏家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。到时候亏本了。这是真的。顾晨，你真是太棒了！这次我看你们怎么狡辩。妈，婷婷，你告诉妈妈，这件事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回答我呀！你说话呀！事实胜于雄辩。我说过，你那么相信舒婷婷，早晚会后悔。伯母，先起来。伯母，这个声音听着像我的，但我对天发誓，我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啊！这纯纯就是栽赃嫁祸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模拟一个人声音很容易就能做到啊。难怪只有语音不敢录视频呢。我看啊，是因为语音比较好造假吧。苏黎，你这种人真是太可恶了！你们硬要说是我害了苏老太太，那么我请问，作为苏家的千金，我害她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你一个精神病做事，谁知道你图什么？就是，苏家可是名门望族，怎么可能培养出一个精神病呢？我是不是苏家的大小姐？那就要问一下苏夫人，你说呢？妈，今天绝对不能认苏黎姐。今天的宾客大多都是冲着我们苏家来的，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苏家有个精神病大小姐，对我们苏家的名誉是致命的打击啊！以后就没人找我们合作了。而且今天不仅不认她，还要刻意去贬低她。为了我们苏家的名誉，我相信阿离姐她会理解的。还是你细心啊！其实，苏黎的父亲是我们家的司机，他的母亲是我家的保姆。这孩子从小自尊心就强，确实问过我，在外人面前可不可以叫我妈妈。我拒绝了他，因为我觉得，即使我看着他长大，我也没有资格代替他的母亲。他成为今天这个样子，我确实有一定的责任。既然如此，作为苏家夫人，你敢为你刚刚的言行而负责吗？话都说得这么明确了，你还要自取其辱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之前是因为可怜你，
才对你冒充我家婷婷身份这件事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。可是你现在这个精神状态，我已经不能再忍了。同时，我也得为我家婷婷证明身份，她才是我们苏家唯一的女儿。喂，爸，你都听见了吧？方淑玉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别的女儿？苏俊良、方淑玉，你们可真能干！既然你们都想害我的女儿，那今天谁都别想走！哼！老公，那就劳烦各位，只能等一等。今天这场闹剧也该有个结尾了。我说你怎么一直有恃无恐？原来一直通了电话。那看来我做的事情还是多余了。怎么会呢？一点都不多余。最起码你让我知道了，除了我爸之外，还是有人在乎的。她真的是苏家大小姐。要是被赶出苏家，我的富豪梦就毁了。婷婷，快想办法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没想到苏黎这个贱人竟然打电话给他爸。舒婷婷，苏俊良，电话那头的声音是谁？你们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吧？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电话声音那么杂，我怎么听得清楚啊？我的好堂哥，你可是我爸的好帮手，难道他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吗？事都到这种地步了，只能在大伯来之前，给苏黎精神病的身份做个实了。到时候一个精神病死，那可太多缘由了。老板，家里最近的情况他们已经收集好了。说，自从舒婷婷入住苏家以来，一直伪装自己，大小姐则一直被舒婷婷陷害污蔑，导致夫人与老夫人极度排挤大小姐。现如今更是要把大小姐送进……他们要把我女儿送去哪里？送进精神病院。方淑玉，一个成年人竟被一个小孩骗得团团转，真是把我苏家的脸丢尽了。他们更是查出舒婷婷就是被俊良少爷特意安排到苏家的。好，哼！我这个父亲做的可真不称职啊！要不是这次回国，我依旧还是被蒙在鼓里呢。小林，再快点！好的，老板。大家别再被骗了，他刚刚还伪造了我的语音条，这通电话肯定是他拿什么伪造的。苏黎，你以前冒充我的身份就算了，现在你还找个流浪汉来冒充我的父亲，你简直是太侮辱我苏家了。没错，他就是一个喂不饱的白眼狼，说不定给他什么机会，他会把苏家霍霍成什么样子。赶紧把他送到局子里，好给大家一个安宁。你说电话那头只是流浪汉是吧？你说对方如果是个坏人，就应该早点进局子是吧？没错。其实也不一定非要进局子，我们可以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只要他正视自己的错误，并且跟在场所有的人磕头道歉，我们也不会跟一个精神病计较嘛。李润杰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吧？之前阿离对你掏心掏肺，现如今你却让他当众下跪道歉，这样羞辱他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顾晨，你别被苏黎迷惑了，这润杰哥呀，也是为了苏黎好呀。只要苏黎向我们大家下跪道歉，他也不会被送进局子，最多也只是被关进精神病院去。这样啊，是最好的结局了。让他当众下跪道歉，还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。你们这些人为了苏家的财产，还真是够狠毒的。顾晨被迷惑了不要紧，但是你已经引起众怒了，我也再也帮不了你了。你也别犟了，赶紧认个错吧，还可以免去牢狱之灾呢。想让我跟你们这群白眼狼低头道歉？舒婷婷，我看你是在他们的追捧中，真把自己当苏家人了是吗？现在重点不在于我是不是苏家人，而是你向我们下跪道歉。既然你不敢正面回应，那么由我来替你告诉大家，穿我的名牌衣服，背我的限量包包，还用我的身份到处勾搭男人，我看你舒婷婷是在一声声婷婷姐中彻底迷失了自己的身份。你舒婷婷说好听一点是我苏家的养女，说不好听的就是我选中的一个丫鬟而已。你一直强调这个，有谁信啊？
之前大家可能会猜疑，现在人家苏夫人都说了，只认婷婷姐这么一个女儿，说你是头倔驴都不为过。板上钉钉的事还在狡辩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。他舒婷婷，就是因为我的施舍才有今天。够了！婷婷来到我们家这么多年，你有哪一天不针对她？就算是块石头，她也把你捂热了吧？婷婷就算不是我亲生的，在我心里，她也比你这个亲生的还要亲啊！苏黎真的是苏家大小姐？原来苏黎一直都没有说谎啊，难怪她如此气愤。要是我身份被顶替了，我也会这么气的。是大小姐又怎么样？被亲生母亲都不认，做人失败到这个程度上，还是头一份儿。苏黎，就算你的真实身份曝光，那又能怎样？现在所有的人都站在我这边，你已经没有机会。妈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你别再说阿离姐了。她以前也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只不过是现在生病了。我们只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去，到时候什么都好了。而且，就算阿离姐排斥我，就算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但我能做您的女儿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真的，在我看来，你就是我生的，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她，我就当没生过。就你也配说这种话？让这么多人当众羞辱你的女儿，你还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，你简直枉为人母。我都替苏黎感到不值。你一个外人，你懂什么？苏黎自从婷婷来到我们家，脾气大变，骄纵蛮横。我作为一个母亲，我不教导，将来她到了社会上就得吃苦头。可别呀，你刚才不是当众宣布舒婷婷才是你的女儿吗？现在还拉上我可不配。毕竟在任何时候，我迎来的都只是你的指责谩骂，反而对舒婷婷那是一个夸奖赞扬，还不是因为你，凡事都要有个争比。你要是有婷婷一半都不是，我也不至于这样。你有没有想，你所谓宝贝女儿舒婷，她的所有温柔善良，都是因为把黑锅甩给了我。妈妈，你别被气坏身体了。现在阿离姐这个精神状态，跟她讲道理是讲不明白的。阿离姐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？刚才奶奶才被你送进医院，妈妈可不能再有事了。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本质区别。要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婷婷姐。就是有婷婷姐这么听话懂事的女儿，比苏黎那个刁蛮任性的大小姐强上千百倍。伯母，婷婷说的对，阿离现在已经听不进去任何话了，让她好好去治疗一下。妈妈，如果你担心爸爸那儿不好交代，那我去跟他说，好吗？让人把他带走吧。我看谁敢！爸爸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准备这次回来待多久啊？我好想你啊！对了，爸爸，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，你别生气啊。就在刚刚，阿离姐找人假冒你的声音来证明自己。她也是一时心急，你别生气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傻缺，我爸在商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，你这种小绿茶还不是一眼就识破？你当成救星的爸爸，这么容易就能被我迷惑？苏黎啊，苏黎，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救得了你？老公，对不起，我没照顾好妈。没事，医院已经打了电话给我，妈已经脱离了危险。但是想要害妈的凶手，我是不可能让他好过的。爸爸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虽然是阿离姐下的药，但是你当我真的不知道药是谁下的，对吗？你当我不知道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，是吗？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图谋是什么，对吗？我疼爱了这么多年的女儿，丝毫不敢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可是自从你进入了苏家的大门，却5次3番的对她进行污蔑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不是的，爸爸，我没有，我不是。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信了你的话。要不是大伯到的及时，我还被蒙在鼓里呢。苏俊良，你这个畜生！明明是你怂恿我干的，
怎么想独善其身？我让你说，我让你污蔑我。大伯，你不要相信他的胡说八道。人在绝处的时候最容易胡说八道了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舒婷婷居心不良，这么会演戏啊，害我错怪了阿里。大伯，你别怪罪我呀。被你伤害的人是阿离，要不要责怪你，得看他。阿离，你看在哥哥疼你的份上，你就原谅哥哥吧。我自己扇耳光，你解解气啊！啊，哥，我觉得没有感受到诚意。对，没有诚意，我重新扇。还是没有感受到诚意，还是没有。够了！哟，哥哥看起来很不服气呢。没有，是我都扇了这么多次了，你就原谅哥哥吧。爸，那您说呢？我记得是你带头主张送你妹妹去精神病院的，没错吧？所以我觉得这精神病院应该是个好地方。既然是好地方，作为大伯，很有必要让你去见识见识啊！当然，还有那些一起污蔑我女儿的所有人，来人，把我这个好大侄子舒婷婷、李润杰、李小玲，统统给我送往精神病院！大伯，走。不是的，是俊良哥怂恿我的，爸，你不要抓我，不是我，爸！你个贱人，到这个时候还污蔑我！苏伯父，我是被蒙骗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一开始是喜欢苏黎的，不是这个坏。你个墙头草，也配！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啊？站住！还有他，还想对着我女儿下药，今天谁都别想跑！不是我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方淑月，浩洋，不可以，浩洋，你不可以把婷婷送去精神病院，她也是我们的女儿啊！你还知道她是我们的女儿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出家门半步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既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跟着一群外人羞辱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如果今天不是我及时赶回来，还不知道你要编什么借口来骗我。来人，给我带走！不要，浩洋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浩洋！阿离啊，我还要去医院看望你奶奶。放心，爸爸一定会好好批评她的。谢谢爸。小伙子，既然这个募捐会已经开始了，那就以阿离的名义结束吧。有你在他身边呀，我也放心。谢谢叔叔信任，我一定好好帮阿离处理，您放心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咱们也走，走，咱们也散了吧。是。害我白担心你这么久，还以为你没有底牌一直硬撑。没想到你计划这么周全，看来这次我又多余了。顾晨，谢谢你，一直这么不计回报的在我身边保护我，甚至上一世为我付出了生命。顾晨，之前我错过你一次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能再错过你了。你愿意让我成为你的顾太太吗？傻瓜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能让女孩子先开口呢？上次那个项链，就算我原谅你了，但这次不许再丢了。那我可要好好保管了。苏黎，我想带你回去见我爸妈，让他们敲定咱们结婚的日期，可以吗？谁说要嫁给你了？你可别污蔑我。心底微醺那刻，我一定不能再错过你了。我好啊，你个死顾晨，你居然给我录音！你给我删！
杀了。Every time you, every time I'm missing you， 好像在星空漫游。你好，我一会儿要去见男朋友的妈妈，请问有什么好的见面礼可以推荐吗？如果是要见家长的话，这款5万8的手镯很是推荐，这也是我们店里的热销产品。这个感觉不太行啊，有没有品质更好一点的？其实我妈不在意这些东西，而且家里有很多，她都没地方带。你傻呀，你个大直男！这未来儿媳妇送的，跟家里的能一样吗？小陈呐，你找女朋友可要擦亮眼睛，还什么档次太低，这还没过门就大手大脚，还真以为老太太就认定他了是？你吃火药了，说话这么冲！哎，你苏黎，这是我大嫂李怡。瞧瞧瞧瞧，你顾晨找的这个野丫头，还没过门呢，就敢骂我？这要是过了门，那还不得翻天呀！大嫂，苏黎是我的未婚妻，她的好坏，你没有资格评判。怎么，我是你大嫂，连话都不能说了是吧？当年我进门，你妈就四处刁难，如今你找了个野丫头回来，我看今天的家庭聚会啊，你妈肯定又要生气离开了。苏黎跟大嫂你根本不一样。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要说乱花钱啊，我可能还真不如她。一个5万8的手镯，还敢说什么档次太低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家小陈看上你了，你就是我顾家儿媳了。我顾家的钱呢，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又没说让你付钱，你紧张什么？莫名其妙。是没让我付钱，但是这到头来不还得是我家小陈给你买单吗？就像你这种贪慕虚荣的女人，我见得多了，为了钱呢，什么都干得出来的。顾晨，我劝你，这次的家庭宴会，你可千万别带她去。她呀，不一定跟过多少人，这浑身上下，哎呀，都是病菌。顾晨，你疯了！我可是你大嫂啊！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在我面前诋毁苏黎。大嫂，你也一样。顾晨，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！我给你介绍那么多女生，你都不喜欢，跟我说什么？说你有喜欢的人了。结果现在呢，你给我带了个野丫头回来。我发现你这个人，你个小贱人！这混蛋打我就算了，你竟然也敢打我！谁在我面前诋毁顾晨，我也抽谁！李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希望您能轻一点，要是损坏了是需要赔偿的。连你也瞧不起我是吧？就这点东西，你以为谁赔不起啊？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，就你这破店，我随随便便就能买下来，你信不信？李小姐，您误会了，我完全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。哟，我还以为多有实力呢，到头来不还是要花顾家的钱吗？一口一个野丫头叫着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自立自强的女强人呢。是，我不行，但是我嫁了好老公。不过呢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跟顾晨只是男女朋友关系，说不定哪天啊，人家就不喜欢你了。顾晨可能喜欢上别人，但是你的老公也可能在外面找小三呀。我家的事就不用你担心了，别的事情啊，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像你这种贪慕虚荣的女人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同意你们结婚的。而且啊，哪怕是你们结婚了，你以为顾家的钱就都是他顾晨的吗？我告诉你，那都是我老公赚的。一旦你们结婚了，我就提分家，到时候你一分钱都别想拿到。顾晨，看来你家的关系比我家好不到哪里去啊。哎，要不你入赘吧？只要能娶你，怎么样都可以。哟，那我就等着看你们有情饮水饱了。姑奶奶啊，有的是钱，不用你操心。小姐，
这个呢是12万8的新款，您看符不符合您的预期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把这个手镯拿回去。要是这个野丫头不知轻重摔坏了，我可不买账的啊！感觉档次还是不够。哼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你这么有底气，就别用顾城的钱呀，还什么档次太低。这哪来的狗叫啊？谁这么不文明？遛狗居然不牵绳，你听见了吗？听到了，确实不文明。好，好，好，现在这么硬气，等会儿有你们苦叫的。喂，老公啊，我发现你弟弟在外面包养个野丫头，你现在赶紧把他的银行卡都停了，要不然咱家呀可要当冤大头了。不会是看错了吧？哎呀，你管他错没错的，停了就是了。废话真多，买啊，你继续买啊。顾城的大哥呀，已经把他所有的银行卡都停，我看你等会儿怎么付款。哎呦，我们顾大校草现在变成穷光蛋了，看来啊，以后只能吃软饭了。其实我自己在外面也有尝试开公司的，虽然赚的不多，每个月也就1000万左右，不过帮你买这些东西完全足够了。天哪，天哪，反了，要反了！你现在跟这个野丫头混在一起，竟然还学会骗家里了是吧？就你开公司的钱，那能是你的钱吗？那肯定是你大哥赚的呀！我待会儿就告诉你大哥，把你的公司收购了。今天真是走大运了，一个月能赚1000万。顾城这小子比他大哥挣的还多，绝对不可能让他这么早结婚的。要是这臭小子分家了，我就亏大了。小陈啊，你也别怪大嫂狠心，你呀，这刚入社会，社会里啊，形形色色的人很多的。大嫂呢，是怕你被骗，想帮你守住家产。这些就不劳大嫂你费心了。你也说过，只要结婚之后你会分家。我想了想，也对，我也不想成为你们的拖累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别管了，顾城，我仔细看了看，这些店里的东西也就上百万的我们说，要不全都包起来吧？好，只要你喜欢，咱们都买。你好，服务员，帮我把这里100万以上的都打包起来，送到对面酒楼606包间。哎，你别听他胡说啊！他现在只是被这个野丫头勾了魂儿，我是他大嫂，我不允许包。你这到时候要是包起来，可没人付款的哈。包吧，没事的。你是不是傻？人家大嫂可是咱们店里的常客。你再看另外那个女的，她顶多就是个大学生，她能有什么钱呢？要的还都是100万以上的货。等会儿不要了，你还得再放回去。你是不是没事干闲的？干我们这行，顾客要看就给他看嘛，大不了待会儿我麻烦点再放回去吧。东西已经包好了，一共是2528万，请问您用什么方式支付呢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谁也别想用顾城的钱，你要是敢用，我就告你敲诈。既然不能用顾家的钱，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卡了。哼，还刷自己的卡？就你这种穷酸学生，你买个边角料啊，都够你回去炫耀半年的了。这竟然是要资产超过100亿才被拥有，且全国仅有10人才能拥有的至尊黑金卡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就这种卡到处都是，怎么可能是张金龙卡呀？啊！我可是你们店里的至尊 VIP， 像他这种穷酸学生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卡的呀？孰轻孰重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别说是 VIP， 就算这儿的老板来了，也要对持有龙卡的贵宾毕恭毕敬，算什么东西？对不起，女士，让您有了一次非常不好的购物体验。那我们一定会积极改进，希望您下次继续光临。以后店里啊，像这样的会员少收，太掉价。您说的是，我这就把他彻底拉黑。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，别碍了贵宾的眼。小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们之间的订婚
就是我妈主张的。虽然没见过面，但是她很承认你这个儿媳，真不用这么讨好她。女人的世界你不懂，哪有女孩子会嫌奢侈品多的呀？况且呢，谁让我们家顾大校草有那么一个刁蛮的大嫂？看来以后啊，你真的要吃软饭了。顾夫人，我是浩洋啊。这次回去没有拜访您，真是对不起啊。这家里出了一些状况。刚刚阿丽跟我说要去您家里参加家宴，要是哪里做的不对，还请您多多包涵呢。你这说的哪里话呀？小黎可是我未来的儿媳妇，我哪能怪罪她呀？你家的事啊，我也听说了，好好的照顾苏怡啊。妈，顾晨反了，他反了呀！哎，我这有点急事啊，改天咱们再聚。一天到晚的大呼小叫的，像个什么样子？这家宴还得我一个老太婆等你们，你们可真忙啊！妈，不是的，要不是顾晨带了个野丫头，我早就到了。妈，这事我听李姨说了，顾晨这次做的太过分了。你说他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偏偏找了一个乡下的野丫头，还没过门呢，花钱就大手大脚，这以后过了门还了得啊？是啊，妈。野丫头，她不是一直都喜欢苏家的小姐吗？怎么会和一个野丫头混到一起？那谁知道呢？而且这个野丫头贪慕虚荣的很，我觉得她不干净，指不定还染上什么病呢。就是啊，因为她有一张卡，额度很大，肯定是傍了哪个大款拿到的。妈，就像她这种人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让她进咱顾家呀。怎么，你是觉得小明现在管着公司呢，顾家就要以你为大，我这个老太婆就该退休了是吧？不是，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像她这种品行败坏的野丫头，您等会儿可千万别给她好脸色看。我估计啊，她就是看上了咱们顾家的钱，但凡她要是跟小陈结了婚，那到时候她肯定吵着要分家，分走咱一半的财产呢。对啊，妈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，刚才有事耽误了。我这才晚到一小会儿，就挨了老太太一顿骂，我看你俩这会不得被骂死。小陈啊，不是我说你，明知道今天是家宴，不仅带了个陌生人过来，还让咱妈等你那么久。小陈呢，你刚刚步入社会啊，对某些人呢不能太相信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尤其是一些穷乡僻壤出来的，人心更是险恶。我听你大嫂说了，你竟然背着我们偷偷在外面开公司，甚至挣得比家里还多。时间这么长了，你连个招呼也不打一声。你大哥我一个人在公司从早忙到晚，既然你自己能挣钱了，还把家里的钱花得这么理所当然啊！就是，你不帮你哥就算了，竟然还想着在外面另立门户。小陈啊，你可真是让我们寒心呢。啊，好了，其实没事啊，都是咱们顾家的资产，我一个人累点吧。小陈，这样啊，一会儿我吃完饭，你呢把工作跟我交接一下，你的公司哥来帮你管理。你只是他哥，又不是他爹，说的这么正义凛然，还不是想谈他公司吗？哎，我说，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夫妻俩一个宿命。哎，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说话呀？一提到顾晨的公司你就急，还说不是奔着我们家钱来的。别以为你混了张龙卡你就了不起了，我告诉你，就这种卡就那几个人有，只要我愿意，随便查一查就知道你是被谁包养了。你放心，只要我跟顾晨结婚，不会让你们出一分钱。顾阿姨，我也会帮忙养。就你啊，就你还照顾我妈呢，你被包养的一身脏病，到时候真传染给我妈了，你负得起责任吗你？啊！妈，你好糊涂了，我是为了咱家的利益着想啊。我只是老了，不是死了。我说过，顾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做主，你是聋了吗？妈，李姨
他也是为咱们也着想啊。毕竟啊，这种来路不明的，咱们得……听这些人胡说呀，我还以为顾晨这小子找了一个什么样的野丫头呢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来，坐。你这丫头没良心啊！这么久了都不来看看我。阿姨，您不知道，这家里啊，要不是顾晨帮着我点，我到现在还不一定能见到您呢。老公，没想到这野丫头竟然有备而来，看来啊，她早就把老太太拿下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估计咱家的家产都得活生生的被分成2半了。老公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妈，您在商场打拼这么多年，我相信您的眼光一定不会看错。但是啊，现在的人诡计多端，你可别被他3两句花言巧语就给骗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我的婚姻还轮不到你们2个指手画脚。行，你长大了，你敢反驳你大哥了？但是你要知道，都说泡妞的钱都是我给你挣出来的，要不是我供你衣食无忧，你还有钱开公司啊？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遮掩的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这个野丫头，那就把公司全部交给我吧。就是，而且要立刻分家。你们不是说你们能干吗？那你们就自己证据。现在的每一分钱可都是我老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。妈，鼠目寸光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儿子？你可知道，人家苏黎肯上门参加咱们家的家宴，已经够给你们面子了。你们倒好，出口就刁难人家。你可知，他的一句话，你们就是有再多的公司也得就地倒闭。妈，你是不是年纪大糊涂了？咱们顾家虽然不比首富苏家9牛1毛，但是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拿捏的。你怎么知道苏黎的苏不是首富苏家的苏？老公，难不成他们真有关系啊？你是不是傻？虽然咱妈跟他们苏家有点交情，但是人家压根看不上咱。顾家跟苏家有婚约，但是苏家根本看不上顾晨，只有顾晨这一个傻子，像个狗一样天天往上凑。哟，这消息还挺灵通的嘛。阿离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些白眼狼啊，我要指望他们养老是没什么希望了。以后啊，我跟顾晨还真得靠你了。你放心，顾阿姨，这以前呢，顾晨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是我不懂得珍惜。这以后啊，就算是养他一辈子，我也愿意。怎么样，富婆好横吧？好横。妈，既然话都说开了，我们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从今天起，公司归我们，你们啊就搬出去生活，吃完饭就搬家。毕竟啊，你那房间我留着，还有其他的打。哎呀，这收拾完家里的2个白眼狼，顾阿姨，这2个实在是看不下去，我帮你教训教训他们。回吧，下一个封杀令，把顾家全公司给封了。爸爸现在就办。爸，你都不问为什么？你让我办呢，肯定有你的道理。不过，爸爸还真挺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其实啊，也没什么，就是顾晨他大哥呢是个白眼狼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帮顾阿姨教训教训他。好，已经办好了，干脆爸爸也过去一趟吧，毕竟好久没见你顾姨了。好。好哟，你装的还挺像。放心，如果你们2个在外面过不下去了，就回家里来啊。冷馒头嘛，还是会给你们留2个的。不过呀，也就这么多了。哎呀，骂我是白眼狼，还想吃馒头，喂狗都不给你们俩吃。宝贝儿，我们走。这吃了顿饭，哎，身价翻倍，还丢了2个累赘，这结局啊，太好不过了。走。哎呀，谁呀？什么？怎么可能啊？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变成这样？老公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别吓我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你说呀！
2家公司股东全部撤资，商家又在催着发货，我们的钱全部被银行冻结了。现在负债20亿。不可能，我们不是刚身家翻倍吗？对啊，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啊？是他，一定是他！他一开始就知道顾晨的公司要倒闭了，对，所以就设计好让我们替顾晨背锅的。我刚才在楼下买手镯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顾晨要是在外面赚钱了，怎么可能不跟家里说呀？没错。还有，以他的性格，怎么可能带着女人在外面大手大脚的花钱呢？你是说，他故意让你觉得顾晨有一家特别有钱的公司，又笃定我不会让我的弟弟娶这么一个野丫头，从而把那个破产的公司转给了我们？是的呀。好啊，顾晨，我可是你亲哥，我平日里待你不薄吧？啊，你居然这么陷害我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？你们夫妻2个不去演电视真是可惜了，自己幻想出来的事情演得当真一样。有没有种可能，我真的是苏家的千金，而你公司完蛋，就是因为我爸下的封杀令？就你这种野丫头，你也配？嘿！哎，对了，老公，我们可以去求求苏首富呀，他以前跟你妈可是好朋友呢。是啊，他们家跟顾晨有婚约，但是一直看不上顾晨。不过呀，这大家族啊在乎名声，只要我们帮他把这个婚约取消，他肯定会帮我们渡过难关啊。对，没错，说不定啊，我们还会更上一层楼呢。顾夫人，我来看你来了。哎呦，苍天有眼呢，说什么来什么。老公，快去。苏叔叔，我是小陈的大哥，关于你女儿跟小陈的婚事啊，我可以同意取消，只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我知道啊，您的女儿不喜欢我的弟弟，只要您能帮我的公司渡过难关，我可以立马解除他俩的婚约，绝对不会耽误您的千金的。你刚刚说你是顾晨的大哥？哎，是我。阿离啊，这就是那个白眼狼是吧？对，没错，爸，就是他。老公，叫他爸呀！我没搂。顾夫人，我把他的公司封杀了，你不介意吧？白眼狼一个，封杀就封杀吧。妈呀，我就当没有宠儿子。小伙子，我女儿对顾晨可是喜欢得很呐，你好像没有什么筹码跟我谈判呢，谁让你得罪我的宝贝女儿了呢？阿离啊，是大哥有眼无珠，都怪大哥有眼无珠，大哥不知好歹，大哥知道错了，你再给大哥一次机会。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干涉你跟小陈的事了，你放过我俩。对啊，阿离啊，我们可是顾晨的亲大哥、亲大嫂啊！保安，小陈，我可是你亲哥。妈，小陈，妈，大哥大嫂，以后呢，要是没饭吃啊，就回来我家，我可比你们有良心多了。馒头管够。接下来，请2位新人面对彼此。顾晨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苏黎小姐为妻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你都会一直守护着她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。苏黎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顾晨先生为妻？无论未来的路有多艰难，你都会一直守护着他，不离不弃吗？我愿意。谢谢你，顾晨，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，你都默默地陪在我的身边。但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再错过你。 세상 끝이라도 지켜주고 싶은